那是维生舱？不，好像更像是某种仿生计算机。看来这个世界炮里的人们至少拥有不亚于地球信息时代的科技水平，或者说曾经拥有。那么准备好了吗，两位可爱的女士？接下来我将为你们呈现的是无疑可以被称为黄金年代的那段时光的珍贵历史记录。迫不及待了吧？那就赶紧按下那边的按钮吧。按钮？啊，是说这个吗？你说的旅程究竟是指什么？迫不及待了吧？那就赶紧按下那边的按钮吧。唉，看来只有试一试才知道了。小心点，绮罗，这家伙的语气莫名让我有些不安。我会注意戒备的。要按了。啊，这是……怎么样，有被这真实感吓一跳吗？我们为这趟旅程准备的全息装置可是出自最好的虚拟影像设计师劳伦斯之手。虽然劳伦斯在星岩历1955年不幸丧生于萃取机爆炸事故，不过这些悲伤的事情就不提了。欢迎来到煤炭历1182年，我猜你们一定不会讨厌欢呼的人群、喧闹的笑语，还有狂欢游行车上的冰激凌塔，对吧？看来他是用全息影像还原了世界炮的某个历史片段。也就是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片死气沉沉的荒芜大地，曾经也有过这般繁荣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呢。虽然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宇宙的常态。两位，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加入那快乐的人群，去分享他们的喜悦吧！走吧，看看这里曾经的居民们都知道点什么。你好。啊，你好，两位小姐也是来参加庆典的吗？算是吧。不过老伯，这是在庆祝什么事情啊？不知道庆祝什么就来参加，两位还真是爱凑热闹的客人呐。这是在祝贺星球勘察队找到了一种能取代石油的新能源呐。新能源？对呀。据说这种能源源于一种叫做星岩的矿石，不仅储量惊人，效率极高，而且性质非常安全稳定。很快大家就不需要排队预定汽油了。这么重大的好消息，你说我们能不庆贺吗？这样啊，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你们也要吃好玩好啊。嗨，两位，今天真是最棒的日子了，对吧？是因为星岩吧？能源对你们来说和每个人都有关吗？看来你们就是那种异乡来客吧？虽然人数不多，但偶尔也会出现在这个世界里呢。你说能源重不重要？那当然了，这还用问？没有能源，我们怎么点亮灯光？我们怎么驱动机器？还有，星球勘察队怎么探索新的家园？哦。哎呀，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就不要谈太严肃的话题了。对了，一会儿游行的彩车会来，两位作为异乡来客，不妨登上去游览一下。量子之影，等等，这些好像是百步穿杨。无需惊慌，两位小姐，这些怪物也只是影像的一部分。感谢劳伦斯将他们做得惟妙惟肖。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星球警卫队的出场时机了，请欣赏他们保卫家园、守护民众的伟岸之姿吧。
喂，你没事吧？啊，我又忘了，这只是过去的影像，你也不可能有事。我没事，警卫队每次都会保护我们呢。警卫队，就是刚刚驾驶机甲的人吗？只要城市里冒出怪物，警卫队的大家就会坐着帅气的机器人来消灭他们。之前我听爸爸说，因为最近星球上的能源不够用了，所以以后就算怪物们出现了，机器人也动不了，警卫队很可能没法用他们保护大家了。不过现在不用担心啦，爸爸说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能源，警卫队又能保护我们了，就像刚才那样。这样啊。不过你一个人待着还是有些危险，听姐姐们的话，回到你爸爸身边去，好吗？我知道了，两位姐姐再见。怎么样，了解到关于这个世界炮的事了吗？我想算是有所收获吧。首先，这个世界炮，总是这么代指，似乎也有些麻烦，不如我们就称呼它为凋零之星吧。凋零之星在世界炮中算得上是比较完整的类型，不但拥有可观的空间和人口，甚至还具备完整的星球样貌。虽然肯定比地球小了几个量级，另一方面，这里的文明的科技水平已经足以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危机。确实，因为世界炮的封闭性，当下能够维持的自给自足，也终有一日会濒临瓦解，失衡崩溃。一般而论，孤立的世界炮终归是无根的浮萍，凋零之星无法依靠自身有限的资源长久的存续下去，恐怕这星岩也有一天会被采掘殆尽吧。能源枯竭，这会是凋零之星走向毁灭的原因吗？不对，如果凋零之星是自然消亡，那么天上之人的造物会出现在这里，就解释不通了。我们还是先接着看下去吧。查特先生，这段记录我们看的差不多了，能麻烦你帮我们播放下一段记录吗？当然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的影像记录于星岩历199年。怎么了？没事没事，查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积极乐观，虽然总是霉运连连。星岩历199年的记录比较特别，可能会带给观影者轻度的不适。两位，你们确定要看吗？我明白了。那么